我今天就把话放在这儿。我谢知远心爱之人，从始至终只有如霜一个。我答应过他，此生非他不娶，只有他一人足矣。是你们镇国将军府仗势欺人，靠着皇上赐旨强行拆散我们。我绝对不会爱你，更不会与你圆房。靖远侯府的子嗣以后也只会由如霜生下。你就在这间空房里，守着你世子夫人的闺名过一辈子吧。这镇国将军府的嫁妆，怕是从街头排到街尾都装不下呀！那是自然，皇上亲自赐婚，靖远侯府这是攀上高枝了。你们不知道吗？那谢世子心里可只有别院里养着的那个娇弱美人顾如霜呢。诸位同饮。将军府亲家也是十分看重呢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远儿，送入洞房。世子爷，请挑盖头，从此称心如意。新人结发礼，从此白首不相离。我的夫君在成亲当日，面色竟比奔丧还要难看。世子，不好了！如霜姑娘3天3夜没吃东西，刚刚已经晕过去了。大夫说情况危急啊！混账东西！这么大的事怎么现在才来报？如霜若有3长2短，我要你们的狗命！世子好大的威风！沈玉韶，如霜本就体弱多病，经不起折腾。如今她绝食晕倒，性命攸关，我必须立刻去别院一趟。站住！世子，你似乎忘了，今日是你我大婚，皇上亲赐的洞房花烛夜。你为了一个外室，要在新婚之夜把我独自丢在府里守空房。明日天一亮，你让我这镇国将军府的嫡女，新过门的世子夫人如何见人？我这靖远侯世子夫人以后还如何在京城贵妇圈中立足？沈玉韶，那是一条活生生的人命，一个人的性命难道还比不过你所谓的颜面和虚荣重要？我本以为将门虎女有悲悯之心，没想到你竟然如此铁石心肠，自私谢之远，真是瞎了眼，错看了你。皇上赐婚的圣旨是3个月前就下达靖远侯府的，这3个月里，顾如霜她不绝食不上吊，偏偏选在你我成亲拜堂的关键时刻绝食晕倒。世子不妨用脑子想想，要不是他心机深沉，故意在这个节骨眼上作妖，好打我的脸，给侯府难堪；要不就是他自己都不爱惜自己的性命，一心求死。既然是他自己一心求死，世子你去与不去，又能改变什么结局？沈玉韶，你少在这里用你那些肮脏的心思去揣测如霜，她纯洁善良，根本不是你想的那种人。我今天就把话放在这儿，谢知远心爱之人，从始至终只有如霜一个。我答应过他，此生非他不娶，只有他一人足矣。是你们镇国将军府仗势欺人，靠着皇上赐旨强行拆散我们。我绝对不会爱你，更不会与你圆房。靖远侯府的子嗣以后也只会由如霜生下。你就在这间空房里，守着你世子夫人的闺名过一辈子吧。来人，飞马，立刻带上全城最好的大夫去别院，快！小姐，这可怎么活啊？成亲第1天就受这种奇耻大辱，若是将军和少爷们在京城，定会打断这谢渣男的腿。可如今将军在边关浴血奋战，京城里连个给您撑腰的人都没有，小姐咱们可怎么办啊？边关没人撑腰，那我就自己给自己撑腰。我的婚事是当今皇上亲自下的圣旨，我在靖远侯府受了天大的委屈，这巴掌打的不仅是我的脸，更是皇家的颜面。既然谢知远不要体面，那我就去向皇上讨个说法。珠儿，
去前院传令，集结所有陪嫁的亲卫老兵，备马车，我们去宫门。是，奴婢这就去。侯爷夫人，塌天大祸了！放肆！大喜的日子，大呼小叫，成何体统？侯爷，世子夫人她就是背了马车，带着所有陪嫁的人正往大门外走。什么？她大半夜的要去哪里？世子夫人说要进宫找皇上做主，她要取消婚事。胡说八道！怎么可能？谢知远那个逆子呢？世子他早就骑着快马，带着大夫去别院看如霜姑娘了。愣着干什么？马上派人把驸马公司堵住，绝不让世子夫人迈出侯府半步！快去拦住他呀！要是闹到了御前，咱们侯府这是要满门抄斩的呀！夫人，拦不住，根本拦不住。镇国将军府亲卫在此，谁敢阻拦我家小姐，杀无赦！臣女镇国将军嫡女沈玉少叩见皇上，求陛下做主，取消臣女与靖远侯世子的婚事。求陛下为我家小姐做主。快，你速速去养心殿通报总管太监，800里加急的速度。启禀陛下，宫门统领有10万火急之事上奏。没规矩的东西！陛下正心烦边关粮草之事，什么事值当大呼小叫？公公，出大事了！镇国将军家的嫡女穿着一身大红喜服，双手举着御赐的圣旨，正跪在午门外。什么？她今日不是大婚吗？让他滚进来回话！发生了何事？回陛下，沈家小姐说，求陛下做主，取消她与靖远侯世子的婚事。好一个靖远侯府！朕下旨赐的婚，居然在新婚之夜闹到宫门前求退婚！去，给朕查清楚！奴才遵旨。查清楚了，沈家那丫头为何深夜哭诉？回陛下，奴才去打听了靖远侯府的动静，简直荒唐至极。说，靖远侯世子谢知远今日大婚，连堂都没拜完，就抛下新娘子，骑马跑去了城郊的别院。那别院里养着他从外地带回来的一个外室，是犯官顾炳之女顾如霜。什么？世子声称顾如霜绝食自尽，他此生只认顾如霜一人，死也要和他死在一起，把沈小姐一个人扔在了喜堂上。岂有此理！朕亲笔下的赐婚圣旨，他谢知远竟敢在新婚之夜抛陪几个罪臣之女！靖远侯府是当朕死了吗？连朕的脸面也敢踩在脚下！陛下息怒，陛下保重龙体啊！沈家小姐还在宫门外吹冷风呢，夜深路重，镇国将军若是得知，传朕旨意，宣沈玉韶觐见，再传金牌令箭，命靖远侯和侯夫人即刻滚进宫来。还有那个谢知远，带御林军去别院，给朕绑进宫。奴才遵旨。沈玉少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你非要把靖远侯府的脸面全都丢尽才甘心吗？就因为我离开新房去别院看一眼如霜，你就要跑到皇宫门口来逼我？你怎么敢在大婚之夜跪宫门闹事？你还有没有一点大家闺秀的廉耻？世子好大的威风啊！你都敢无视圣仪，在大婚之夜不顾梁府颜面，抛下正妻去和外舍过洞房花烛。我不过是来找陛下评评理，我有何不敢？你简直不可理喻！如霜她身子弱，若不是她绝食寻死，我怎会去？那与我何干？世子，姐姐，都是如霜的错，千错万错都是如霜一个人的错。我没想到世子会在新婚之夜抛下姐姐去寻我，如果知道会连累世子被姐姐这般要死，也绝不拖累他。求姐姐不要为难世子，要打要罚，如霜都是如霜的错。如霜，你身子这么弱，怎么跑出来了？快起来！你不必跪他这个毒妇。一个唱红脸，一个唱白脸，在我面前演苦情戏，真把宫门当你们后宅的戏台子了。呸！不要脸的狐狸精！
姐姐，如霜自知身份低微，不敢奢求什么名分，只求姐姐大发慈悲，应允如霜哪怕一个贱妾的位分。只要能留在世子身边伺候，如霜来世做牛做马，也要报答姐姐的大恩大德。如霜，你疯了吗？你干嘛要求他？我谢知远发过誓，我说过会照顾你一生一世，绝不让你受半点委屈。世子，我是宦官之女，名不正言不顺，若无主府点头，我进了侯府便是一个死字啊！夫人今日不顾一切跪在宫门外，分明就是埋怨世子心中只有我。如霜只求姐姐赶紧随世子回府吧，求姐姐不要再把事情闹大了，如霜求你了。沈玉少，你到底长了一副什么狠毒的心肠？如霜都这般卑微的求你了，你居然仍旧无动于衷，不依不饶吗？演完了吗？演完了就滚远点儿，别脏了我的眼。沈玉少，你少在这里装清高。世子心爱的人是我，自始至终都是我。你说，我若是现在就在你跟前晕过去，顺理成章的被御医诊出个喜脉，到时候就算是皇上和太后乃至侯爷和夫人再不喜欢我的出身，也绝对会心疼侯府的长孙。而你这个当街逼晕孕妾的正室夫人，在侯府还有什么立足之地？你拿什么跟我斗？敢拿腹中子嗣来威胁我？顾如霜，你真是蠢得不可救药。你以为怀了侯府的长孙就能母凭子贵？只要我不死，是个上不得台面的贱妾。不过你既然主动送上门来递这把刀，我正愁怎么把事情闹到无法收场的地步呢。这可是你自己找死。什么？你居然已经怀了世子的骨肉？如霜，你我没有，世子，我没有，是他胡说八道。你一介罪臣之女，无楣狗合便罢了，竟然在赐婚之前就暗结珠胎。今日大婚，世子为了你抛下满堂宾客。苍天啊！我郑国将军府满门忠烈，父兄在边关浴血奋战，难道换来的就是让一个孽种头上作威作福吗？而且我们将军府被这般奇耻大辱践踏，还不如死了干净。沈少，你这个疯妇，你需要血口喷人！我沈玉少，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。小姐，来人啊！这两侯府和外甥联手把我家小姐逼死了。圣上有旨，宣郑国将军嫡女沈玉韶、靖远侯世子谢知远觐见。世子，妾身害怕，妾身陪你一起去。你算是什么东西？也敢说陪着一起进宫？你以为这大内皇宫是你家后院吗？想进就进？真是不知眉眼高低的蠢货！你想陪着世子，那便跪在这宫门前等世子出来吧。如霜，你先在这里委屈一下，等我出来。没关系，等世子出来，一切都会好的。世子一定会保住我。请皇上、皇后娘娘给臣女做主啊！臣女奉圣谕嫁进靖远侯府，可是世子却在新婚之夜将我一人抛在喜房，只为去陪一个外室，这是打我将军府的脸，更是打皇上您的脸啊！臣女父兄浴血沙场多年，父亲在给臣女的家书中说，他军务在身，不能回京送嫁，只愿臣女幸福美满。可臣女成亲当日便被上军抛弃，求皇上看在臣女父亲为国鞠躬尽瘁的份上，给臣女一个公道，给臣女一个公道。传靖远侯和夫人进宫，朕倒要看看靖远侯府究竟干的好事。求皇上开恩啊！这都是犬子干的糊涂事儿，是被那个狐媚女人迷昏了头。老臣保证一定立刻处理好家事，绝不让皇上忧心，也绝不让沈家小姐受半点委屈。靖远侯，若你们谢家真有心想处理此事，沈家小姐今晚就不会穿着一身凤冠霞帼，被逼得跪在宫门前告御状。只怕如今这桩丑事早就传得满京城都是了，这已经不是你谢家一家的私事了。皇上明鉴，都是臣妇教子无方，没有管好这内宅之事。玉韶啊，你放心，臣妇向你保证，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。
我绝不会让那个叫如霜的贱蹄子再出现，绝不会让他破坏你们小夫妻的感情。求皇上开恩，如霜如今肚子里已经有了我的骨肉，这也是靖远侯府的第一个长孙，求皇上和皇后娘娘网开一面，留他一命吧。逆子，你这个畜生，你怎么敢让那个奸妇有孕？她连个过明路的妾室都不是。你的正室夫人今夜才刚过门，你怎么敢让一个外室有孕？你是不是要拉着全家陪葬？谢知远，你终于自己把刀递到我手里了，时机到了。臣女自幼学习规训，循规蹈矩，一心想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大家闺秀，却怎么也做不到在成亲当日让未来的商妇如此打我的脸。靖远侯世子既然与顾如霜两情相悦，并且已经珠胎暗结，臣女心怀大义，不想做那个拆散有情人的恶人，但也不想让自己和将军府平白受此委屈，求皇上取消赐婚，求皇上成全臣女，取消这场婚约。求皇上开恩，取消婚约。此事确实臣对不起沈家小姐。取消婚约后，给沈家的聘礼，谢家绝不会收回，只当是给沈小姐的添妆，作为补偿。逆子，你给我闭嘴！你疯了吗？只要能解除这桩受人摆布的婚事，我就可以和如霜名正言顺的在一起，我的长子也能名正言顺的出生。好一个靖远侯世子，朕赐的婚，你说结就结，你说退就退，你们谢家真是把朕的脸面放在地上踩呀！镇国将军父子为国征战时，浴血沙场，立下赫赫战功。他们为大钱抛头颅洒热血，朕总不能让他们在边关流血，他们的女儿还在京城流泪，朕绝不能让他们寒了心。沈玉韶，你的请求，朕允了。终于成了，父亲哥哥，少儿没有丢将军府的脸。臣女谢主隆恩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靖远侯，你教子无方，纵容世子，在大婚之日侮辱功臣，这笔账朕必须跟你算清楚。臣知罪，求皇上息怒。除了将沈家的聘礼如数奉还，需给沈家小姐1万两白银作为赔偿。明日便把银子亲自送到镇国将军府去。1万两白银，侯府大半年的进项，这可是要了老命了。臣遵旨，谢主隆恩。皇后，剩下的靖远侯世子及他那个上不得台面的万氏事，现在处理吧，全职处理他。臣妾遵旨，恭送皇上。皇上保重龙体。好一个痴情种子！既然你非要为了一个贱妾抗旨，本宫就让你好好看看抗旨的下场是什么。太好了，父皇终于不再管了，1万两算什么？只要能和如霜名正言顺的在一起，倾家荡产也值了。如霜，我马上就能带你回家了。该死的谢知远，居然让我在这种鬼地方跪了这么久，我的膝盖都快碎了。若是我的孩子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绝不罢休。顾如霜，跟咱家来吧，皇后娘娘宣你觐见。终于让我进去了，一定是世子替我求了情。沈玉韶，你终究还是斗不过我。世子，如霜，你受苦了，都怪我没保护好你。求皇后娘娘开恩，成全微臣与如霜的一片痴心。皇后的眼神好可怕，她是不是看穿了我的心思？不，我绝不能露出马脚。好一个我见犹怜的美人儿，难怪靖远侯世子会为你神魂颠倒，甚至失了分寸，做下这种大逆不道之事。顾如霜，本宫问你，你可知世子为了你当众羞辱功臣之女，甚至不惜抗旨退亲？娘娘明鉴，臣女万死也不敢有破坏世子和沈小姐婚事的心思。臣女自知出身卑微，犹如蒲草。臣女只是倾慕世子为人，只想跟在世子身边，哪怕为奴为婢伺候世子和少夫人，臣女也心甘情愿。除此之外，臣女什么也不求。娘娘，如霜她是无辜的，一切都是微臣的错。什么也不求，好，
真是一个不慕名利的痴心人。既然如此，本宫便成全你。来人，端酒来，本宫今日便赐你们御酒一杯，祝你们二位白头偕老。微臣多谢皇后娘娘隆恩，娘娘千岁。臣女谢娘娘成全。过了今日，我顾如霜就是堂堂正正的侯府主子了。沈玉少，你终究是我的手下败将。但是顾如霜，你需牢记自己的身份，你是犯官之女，罪臣之后。本宫虽留你一命，但你这辈子绝不可为正室。哪怕你进了靖远侯府的大门，你也只能是一个最卑微的妾室，生死皆由主母拿捏。你可听清楚了？臣女明白，臣女明白，臣女绝不敢有非分之想。只要我牢牢抓住世子的心，生下侯府的长孙，来日方长，这侯府后宅还不是我说了算？慢慢谋划便是。好，路是你们自己选的，你们不后悔就行。退下吧，出宫去吧。如霜，太好了，以后我们可以永远在一起了，再也没有人能把我们分开。世子，如霜以后只有你了，你可千万不能辜负如霜。傻瓜，我怎么舍得？走，现在便和我一起回府，我要让全府上下都知道你是我最珍爱的人。白头偕老，喝了本宫亲自赐下的绝子酒，本宫倒要看看你们这对连个血脉都留不下的孽障还能恩爱到几时。可笑，昨夜我孤身一人在此承受奇耻大辱，今日我要将属于我沈玉烧的一切，连本带利的全部讨回来。来人，在，小姐有何吩咐？给我把陪嫁过来的嫁妆一件不落，全部清点清楚，随我一起抬回将军府。是，小姐。紫檀木雕花拔步床一张，羊脂白玉如意一对。1、2、7、2。这沈小姐可真是个狠角色啊！退婚第一天就带人来搬东西，一点情面都不留。侯爷这回可是丢人丢到姥姥家了。小姐，128台嫁妆已经全部清点完毕，连一根纱线都没给他们留下。很好。一夜之间，我从心腹变成了弃妇。不是弃妇，是我沈玉少主动抛弃这个肮脏恶心的地方。我宁可在宫门前跪到膝盖流血，也绝不会在这烂泥潭里受一分委屈。走吧，回我们的将军府。我的老天爷，这镇国将军府的陪嫁也太丰厚了，这阵势比昨日嫁进来时还要壮观。这侯府也是活该，为了个来历不明的外室得罪了沈家，这下可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喽。若是怠慢了半点，本世子拿你们试问。是，世子息怒，奴才这就去办。哎呀，这不是姐姐吗？真是对不住，都怪如霜不好。若不是世子心里只有我，非要给我名分，姐姐也不必遭受这退亲的奇耻大辱了。沈玉少，你这个高高在上的嫡女又怎样？最后还不是被我踩在脚下？你输了。顾小姐，你未免太高看自己，也太小看我沈玉少了。大家听好，不是我沈玉少被退亲，是我主动休夫。这种朝三暮四、言而无信的男人，我沈玉少不稀罕。你以为你赢了？好戏可还在后头。我的肚子，世子，我好难受，我的肚子好疼啊！来人，快叫大夫！珠儿，这地界太吵，我们走。世子要为我做主啊！我盼了这么久的孩子，就这么没了。内宅这些下三滥的手段，我见得多了。今天除了坤宁宫那杯御赐的冰梨汤，
他什么都没碰，一定是那碗汤。既然谢世子如此情深意重，本宫也不好不成全。这碗刚从冰窖取出来的御赐冰梨汤，就赏给顾小主尝尝鲜吧。顾小主，请吧。皇后娘娘的赏赐可不能推辞啊！一定是沈云裳，世子，那日在侯府门口，只有他故意气我，是他害了我的孩子，好狠毒的心肠啊！他见不得我好，他要绝了我的指望。娘子，老朽斗胆说一句，娘子这次是受了大寒，伤了根本。大夫在胡说什么？我只是身子虚，养养就好了。娘子脉象虚浮，气血大亏，宫寒入骨，这一次伤得太重了，以后就算有幸再怀上，也怕是保不住了。强行保胎只会危及娘子的性命。皇后的敲打，原来根本不是让我失去一个孩子那么简单。她知道我为了如霜抗旨，便直接毁了如霜做母亲的资格，让我心爱的人永远活在失去孩子的痛苦里。这手段比直接杀了我还要狠毒千百倍啊！大夫说什么？什么叫男有子嗣？这绝不可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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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世子听见了吗？有人要害我！查！世子快叫人去查！我怎么会突然出事？怎么会伤了根本？一定是有人存心要毁了我！别说了，世子，这件事到此为止，只当什么也没有发生过。如霜，好好养身体吧。世子，侯爷和夫人有请，请世子立刻去主院正堂。父亲，跪下！逆子，你这个无可救药的逆子！百年侯府的清誉，祖宗积累下的颜面，全都被你败坏得干干净净。为了一个上不得台面的女子，为了你那点可笑的私情，你是不是要把整个靖远侯府上下几百口人都害死，你才肯罢休？第一错，在大婚之日抛下正妻，做出这等宠妾灭妻的丑事，是存心要让靖远侯府和镇国将军府结下解不开的深仇。第二错，皇上赐婚将谢家联姻，是圣恩浩荡，是给靖远侯府向皇家效忠的机会，而你居然敢抗旨不遵！你抗旨只会让陛下觉得这是靖远侯府的意思，是我靖远侯的意思。陛下会以为谢家心怀怨怼，不愿意效忠皇家，不愿意做制衡镇国将军府的棋子。从此以后，靖远侯府只会被皇上彻底厌弃，再也没有希望了，你懂不懂？来人！把这个逆子给我拖到祠堂，罚跪7天7夜，不许给饭吃，不许任何人探望，敢偷偷送一口水，连你们一起打发出府。本侯自会另外给你安排一门过得去的亲事。若你再敢为了那个女子做出大逆不道之事，你便滚出谢家。这个世子之位，本侯随时可以换人当。珠儿，小姐，奴婢在，去把父亲来京城的那些老部下都帮我召集起来。这深宅大院的日子我过够了，我有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要办。沈小姐，老身教子无方，今日特带着逆子来向沈小姐赔罪。皇上口谕，吩咐赔偿的1万两白银，谢家也熟熟带来了，求沈小姐见一面吧。堂堂世子爷跪在这里，真是颜面尽失。活该！新婚之夜抛下发妻陪外事，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？我家小姐说了，这1万两银子是皇上圣裁，将军府自然收下。但至于赔礼道歉，大可不必。小姐原话：从此将军府与侯府再无瓜葛，也不必再见。来人，收银子，关门。世子是不是去见沈云裳了？世子一定要为我报仇，我的孩子不能白白死啊！够了！
为了你，功名没了，脸面没了，半条命都没了啊！你还想让我怎么样？你要逼死我才甘心吗？世子，是他对不对？一定是沈玉少买通了太医，故意害我的孩子。报什么仇？你还嫌把侯府害得不够惨吗？世子，你在说什么？我们的骨肉没了，你难道不心疼吗？你知道你为什么会出事吗？是沈玉少，是他当街羞辱我，我才会气得动了胎气。沈玉少，事到如今你还在攀咬他，顾如霜，你真是蠢得无可救药。是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，赏你的那碗冰梨汤是大寒之物。不可能，不可能的！大夫明明说只是体虚。我因为你抗旨不遵，惹怒了天颜，这便是皇后娘娘的惩罚。若非你闹绝食，非要在我成亲当日闹出这样的事，何至于到今日这个地步？我是为了留住你啊，我怕你娶了正妻就不要我了。留住我，你拖累了整个侯府，如今我成了满京城的笑柄。父亲罚我跪祠堂7天7夜，连世子之位都岌岌可危。世子，你别这样，我们以后还会有的，我还能生。生，你这辈子再也不会有孩子了。我不吃，世子今日若是不来看我，我就饿死自己。谢知远，你也绝后了！你为了我抗旨，你什么都没了！各位叔伯，这片地我买下了。大小姐，这块地这么荒，土又硬，既种不了庄稼，也盖不了大宅子，您买它做什么？我要在这里建一座马场，一座在整个大前朝绝无仅有、只属于女子的马场。大小姐，这京城里的马场向来都是王公贵族、公子老爷们走马斗鹰的地方，女子去马场，这可是违背祖宗规矩的呀！若是传出去，恐怕对您的名声不好。我沈玉韶连靖远侯府的婚都敢退，连皇宫的午门都敢跪，我还在乎什么虚名？京城里的世家贵女，天天被困在四四方方的内宅里，绣花斗草，争风吃醋，难道女子就活该被困在方寸之地吗？那边建全封闭的马厩，这边建宽阔的围场，我要让京城的夫人小姐们有一个能够尽情驰骋、不被打扰的天地。大小姐，我们这些老家伙，自从受了伤退下来，本以为这辈子只能是个混吃等死的废人。是啊，谁能想到咱们还能有再派上用场的一天？我们虽然不能再上阵杀敌，但养马驯马的本事都刻在骨子里。只要大小姐一句话，我们跟着您干了。愿为大小姐效犬马之劳。张叔，你们都是跟着我爹在边关出生入死、浴血奋战的英雄，在我心里，你们是我的长辈，是将军府的骄傲。我向你们保证，红庄马场只要有一口饭吃，绝不会亏待任何一个曾经保家卫国的将士。小姐，奴婢算清楚了，靖远侯府赔偿的1万两白银，加上您之前带回来的丰厚嫁妆，建起这座马场绰绰有余，还能剩下不少做周转资金呢。资金充足便好，不能在材料上省钱。围栏必须用最结实的铁木，地坪要用细沙铺垫3层，绝不能让来骑马的贵女磕着碰着。奴婢记下了。另外，派几个可靠的人去一趟北边草原，专门买那种脾气温顺的宝马和小马驹，不要烈马。再去京城和周边的村落里寻摸一下，张贴告示，招募一批身体强壮、机灵懂事的女子。招女子做粗活吗？不，让张叔他们教这些女子骑术。我要让他们来做驯马师和牵马的侍应。女驯马师？小姐，这能行吗？外头那些马场的驯马师可全是大老爷们儿啊！所以我才要开创先河。京城里世家子弟以骑射为乐，可以在广阔天地里肆意飞驰。
凭什么女子只能在深闺里扑蝶刺绣？许多夫人小姐并非不爱骑马，只是马场里龙蛇混杂，外男众多，她们碍于名节不敢去罢了。若我的马场里从护卫到驯马师全是女子，你猜她们敢不敢来？妙啊，小姐这主意绝了。可是小姐，您弄出这么大动静，就不怕京城里那些喜欢嚼舌根的人说您的闲话吗？他们肯定会说您不安分。珠儿，一个敢去宫门告状，被陛下亲自下旨准了和离的女人，还怕什么闲话？那些束缚女子的旧规矩是用来困住弱者的。我沈玉韶从今往后只为自己而活。哎呦！开业大吉！小姐，请柬都已经备好了。第一封亲自送到定国公府，请我姨母来剪彩；其余的全部送到京城3品以上大员的内宅，给各位夫人小姐过目。我要让红妆马场今日便名扬天下。玉韶啊，你这丫头真是闷声干大事，这马场也太气派、太雅致了。姨母谬赞了，今日马场刚开业，若有招待不周之处，还望各位夫人海涵。今日所有的茶水点心、骑行体验，玉少全都包了，大家尽情玩乐。天哪，这里好干净，连一点马粪的异味都没有，地上还铺了细纱。小姐，这匹白雪最是温顺，奴婢扶您上马。真的全是女子，连驯马的也是女子。我以前早就想学骑马了，可是外头那些男驯马师靠得那么近，还要拖着腿上马，我哪里敢去啊？驾！太好玩了！我长这么大，从来没有这么自在过。这只是个开始，我要让红妆马场成为京城名媛最渴望进入的圣地。日后不仅是骑马，连马球比赛、蹴鞠都要在这里办起来。小姐威武！小姐，长乐公主府送来了请柬。长乐公主，她向来眼高于顶，甚少理会京城贵女的圈子，怎么会突然给我下帖？说是举办春日宴，不过奴婢听说最近树大招风，京城里有几个迂腐的老夫子和落败的贵族，对咱们马场颇有微词。这次春日宴恐怕会有人趁机找您的麻烦。找麻烦？我正愁马场的名气还不够响亮，既然有人想把脸伸过来让我打，那我若是不去，岂不是辜负了人家的一番美意？更衣，明日去会会这春日宴。玉少姐姐，你可算来了！姐姐，你的马场我上回去过，实在是太好玩了。我还想包下个月初8的场子办生辰宴呢，可是听说排期已经满了，姐姐能不能通融通融呀？初8确实满了，不过既然是你开口，我让管事在南边的竞炫单给你辟出一块地方来。谢谢玉少姐姐，姐姐最好了。玉韶，你的红妆马场真的太棒了！我昨天刚去骑了一下午，回来连饭都多吃了一碗。我还交了几个新朋友呢。玉韶，你这马场真是办到我们心坎里了，我们以后一定常去捧场啊！哟，我当是谁这么大排场呢？原来是早前解除婚约的沈家姑娘啊！难怪如今这般风光。原先靖远侯世子宁愿择选旁人，也不愿同你履约。天天在外面抛头露面，满身伤势铜器，成何体统？仗着是镇国将军的女儿，便行这等狂妄之事，女子开马场，简直闻所未闻，把我们京城贵女的脸面都丢尽了。小姐，这人是城阳伯府的嫡女李玉儿，奴婢打听过，她一直亲系靖远侯世子。自从您解除婚约后，她频频出入侯府，听说如今两家正在商议婚事呢。李小姐此言差矣，女子为何不能开马场？我的马场护卫森严，隐私极好，里面从驯马师到杂役全都是女子，外男难以随意入内。我们在自己的天地里骑马取乐，何谓抛头露面？难道在李小姐的眼里，只要没有男子相伴，女子便无处自在度日吗？还是说，
李小姐自身思想狭隘，眼界局限，便认定世间女子都同你一般，整日心系婚嫁，靠着贬损同辈博取旁人青睐。你胡说八道！凭什么由你来指点我？你开马场的钱，还不是拿人家靖远侯府的银子，拿前未婚夫的补偿银两出来撑场面，好不要脸！原来李小姐是替靖远侯府来打抱不平了。难道我说错了吗？你拿着世子的钱在这里邀买人心，真当大家都是傻子吗？可是，那1万两银子是圣上因靖远侯府违逆赐婚旨意，下诏责令侯府赔付给我的。李小姐对此心存异议，便是对朝廷的裁定心存不满，是吗？我没有，你少给我胡乱垫对。何况那是靖远侯府依规赔付我的银两，与你何干？你为何要这般急吼吼的为世子打抱不平？难不成李小姐心仪靖远侯世子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沈玉少，你早早和侯府解除婚约，又何必四处张扬行事？我都羞于与你同席。玉少是本宫请来的贵客，是谁对本宫的客人不满？既然不满，那就离开公主府吧。臣女拜见公主殿下。臣女只是看不惯沈玉少这种满身铜臭的女人。堂堂将军之女，竟然去学商贾之道，开什么马场？让她站在我们中间，都让我们沾了一身铜臭味，一身铜臭味。那李小姐可知，近日边关告急，骑兵马匹严重短缺，战士10万火急，朝廷正为筹措战马发愁。臣女不知。就在前日，是玉少将他红庄马场里精心饲养的宝马良驹全数无偿捐给了朝廷，足300匹上好的良驹，直接解了边关将士的燃眉之急。300匹，那得花多少银子啊！天哪，难怪公主殿下这般给他撑腰，如此气魄，我等望尘莫及。这样的忠义之举，确实是你这种整日在后宅拈酸吃醋的贵女做不出来的。怕是李小姐的眼里只会关心胭脂水粉吧？连父皇都亲口夸赞玉少巾帼不让须眉，心怀家国，有民族大义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搞这么多事情不过是想出风头，想让世子后悔，想让他再喜欢你罢了。让谢之远再喜欢我，那种毫无担当的人，我根本不屑一顾。你放开我！刚才我在里面被长乐公主如此下脸，你明明在南边西全都看到了，却连一句话都不站出来替我说。公主正在气头上，身份又尊贵，我如何能随意开口反驳？借口！难道你心里还装着那个沈玉少吗？若是如此，你也不必再去城阳伯府提亲了，这门亲事作罢。玉儿，你冷静些。我们如今还未正式定亲，我若是刚才贸然出口相帮，落到旁人眼里，指不定要怎么笑话你。我也是没有办法，全是为了你的名声着想啊。真的？你不是因为心疼他？我心里装着的一直都只有你一个，难道你还不明白我的心吗？我为了你，连如霜都狠心送回老家了。现在我院子里连个通房丫头都没有，干干净净。我为你做了这么多，难道你还不懂我的心吗？那我先回去了，免得离开太久被人看出端倪。去吧。谢之远，你这张嘴还真是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，这般虚伪，实在可笑。玉少，你还好吗？世子，你挡着我的路了，请让开。玉少，刚才在宴席上的事我都听说了，我知道，当初大婚之日是我糊涂，都是我的错。这段时间我日夜煎熬。如果你愿意原谅我，我可以去求父亲，让他豁出老脸再去请旨，让皇上给我们重新赐婚，我们可以从头再来的。世子误会了，我与你早已退了婚事，从此再无干系。我嫌脏。
你与李小姐快要定亲了，刚才还信誓旦旦非她不娶，世子也该一心一意对待李小姐才是，何必在这里朝三暮四？李玉儿，你知我不喜欢那样的女子，她性子骄纵，眼界浅，并非我心中良配。若不是看在城阳伯府的家世能帮衬侯府，我怎么会愿意娶她？玉儿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不是回席间了吗？志远哥哥，你在说什么？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吗？你原来一直都不想娶我？不是的，玉儿，你听我解释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故意气他的。我都亲耳听到了，你说你不想娶我，你说我骄纵，你说你是因为城阳伯府的家世才勉强要我的，骗子！玉儿，你听我，你这个彻头彻尾的伪军人！玉儿，你听我说。小姐，奴婢刚才听外头的人说，城阳伯府和靖远侯府竟然还是定了亲。意料之中。听说谢家走了3书6礼的规矩，聘礼也极其丰厚，算是给足了李家面子，把这件事强行压下去。奴婢真是不明白了，那天在长乐公主府，那李玉儿明明亲耳听到谢知远骂她刁蛮骄横，还说不想娶她，她怎么转头还能高高兴兴的嫁过去？她脑子进水了吗？世子夫人之位的诱惑对她来说太大了，大到可以让她无视那个男人的烂人品。李玉儿这种在后宅长大的女子，毕生所求不过是高门大院的主母之位。她觉得她一定能凭借手段笼络住世子的心，可惜她不知道，那个所谓的靖远侯府根本就是个人心复杂、规矩森严的牢笼。小姐，我们要不要派个人去提点一下李小姐？哪怕是递张匿名条子也好啊，毕竟那是个火坑。不必，有些路必须他自己走过才知道是绝路。既然他贪图虚荣，那就让他去承担所有的后果。我院子里的桂花糕怎么没有城南那家铺子的？你们这帮没规矩的奴才，是不是看不起我这个世子夫人？夫人息怒，今日城南那家铺子歇业。闭嘴！让我吃别的粗食！你们好大的胆子！去给我把掌柜叫开门，不然就别回来。母亲，您看看这侯府的下人越发没规矩了。还有世子，昨晚又出去应酬，半夜才回来，满身酒气，您得管管他。玉儿，知远在外应酬也是为了侯府的人脉，你身为正室，理当大度。哼，这点小事闹得鸡飞狗跳，成何体统？怎么又惹母亲生气了？玉儿，桂花糕而已，我明日让人去买就是了。这根本不是桂花糕的事，是这府里的下人都不把我当回事，你到底管不管？若是如霜在，只会柔声细语的安抚我，哪像这泼妇？够了，少说两句。这。小姐，打听到了，谢知远昨夜冒着大雨连夜出城，把庄子上的顾如霜给偷偷接回侯府了。意料之中，李玉儿那种性子，谢知远能忍1个月已是极限。可是小姐，李玉儿不是已经怀上身孕了吗？城阳伯府又势大，她怎么还敢把那个外室接回来惹事儿？因为她从来就没变过，她爱的根本不是什么人，而是能让她感到高高在上的顺从感。李玉儿以为自己能改变他，以为正式的身份能锁住他，可惜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这靖远侯府马上就要迎来一场狗咬狗的大戏了。世子，如霜终于又见到您了。如霜在庄子上日夜思念世子，连做梦都是世子的身影。如霜，我来晚了，让你受苦了。如霜知道错了，是如霜以前太不懂事，以后如霜一定安安分分，就待在这小院子里伺候世子，哪儿也不去。只要世子别再赶我走。好了好了，以后有我在，谁也不能再欺负你。世子在外面应酬辛苦了，如霜亲自去厨房给世子炖了鸡汤，您趁热喝一点好不好？李玉儿，你以为你当了正室就能赢我？
只要世子的心在我这儿，你又能压得住谁？什么时辰了？世子怎么还没过来？回夫人，世子他今夜又宿在顾姨娘那儿了。第3天了，他刚回来，世子就连着3天不下把我这个就去的教师夫人当成什么了？夫人息怒，你肚子里还有小世子了，千万别伤了身子。小世子，他眼里何曾顾及我和腹中孩儿？好一个顾如霜，在庄子静养一番，依旧不知安分。既然你有心纠缠夫君，我便要让你清楚，这侯府内外是谁掌家主事，取规制责罚就绪过来。明日一早，我亲自去同他理论清楚。谢知远，你行事这般不顾体面！李玉儿，你发什么疯？谁允许你这般莽撞冲撞院落？我失了规矩，你日日留宿在侧室院中，将我这明媚正确的正室夫人置于何地？你对得起我腹中孩儿吗？夫人息怒，夫君若是想去宁院里，妾身万万不敢阻拦。只是夫君自愿来我院中，妾身总不好将人推出去。夫人若是心中烦躁，不妨多和夫君交心相处，何苦来妹妹这里动气？你存心挑衅我！如霜身子刚好休养，你莫要在这里无理取闹，立刻回你院里去。好，谢知远，你们这般欺辱于我，我即刻去找母亲评理。母亲，求您为儿媳做主，我是城阳伯府郑重送来联姻的郑氏夫人。又出了何事？整日哭嚎，成何大家风范？夫君连日留宿侧室院中，全然不理会我，这便是实打实后代侧室，怠慢正妻。再这般下去，儿媳只能回城阳伯府了。他真是不知安分。来人，去把顾如霜传唤过来，今日必要好好训诫管束。夫人明察，妾身从未有意招惹是非。你还敢辩解？自庄子归来便不知安分，搅得世子冷落正室，你安的什么心思？母亲，皆是夫君主动前来，女子本就习从夫君心意，妾身怎敢刻意相拒？再者，为侯府绵延子嗣亦是分内之事，妾身只盼能为家族添丁，并无半分杂念。夫人，夫君不愿常伴您身侧，常来我院中，若妾身有幸诞下孩儿，也要尊称您一声嫡母。夫人何必这般容不下我？连夫君的心都留不住，反倒来迁怒于我，实在愚钝。你休要巧言令色，明明是你百般纠缠世子，反倒倒打一耙。我的肚子！夫人小心，不是妾身推的，是您自己踩到碎片摔倒的。快扶住夫人，万万不能伤到腹中孩儿。你们在这里闹成什么样子？出身世家，行事怎同寻常妇人一般争执拉扯？这般模样，如何担得起世子夫人的身份？简直折损侯府颜面！夫人，你衣裙沾染了血色，我的孩儿，快救救我的孩儿！快传大夫，速速去请名医过来！我的孩儿，谢知远，顾如霜，我绝不会就此罢休。还好是他自己摔倒的，谁也怪不到我头上。没了这个孩子，往后这侯府再也没人能压过我了。上前叩门，今日非要讨一个公道。谢知远，纵容侧室轻慢正妻，害我外孙，今日我城阳伯府定要向侯府讨一个公正交代。你们何故闯入我院中？此处乃是靖远侯府地界，世子向来护我，你们不可肆意放肆。你存心加害我家小姐，致使腹中孩儿不保，今天要带你前去顺天府当堂对质，容不得你狡辩。不是我，是他自己身形不稳摔倒，与我毫无干系。世子，
快来救我！我要见世子。我家伯爷有言，侯府疏于管束内宅，致使小姐痛失孩儿，两家情谊彻底断绝。这份和离文书，请世子收好，从此两府再无往来。和离，我绝不答应。玉儿在哪？我要见玉儿。玉儿，你听我解释，整件事都是顾如霜一人行事失度，我全然被蒙在鼓里，我定会重重惩治他。你随我回府好不好？谢之远，玉儿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当初多少世家子弟待我珍惜，我却一意孤行嫁你，到头来落得痛失孩儿的下场，终究是我识人不清。启程，莫再耽搁小姐行程。老臣弹劾靖远侯世子谢之远，他宠妾轻妻，纵容侧室，致使老臣嫡女腹中孩儿不保。靖远侯教子不严，谢之远品行有亏，行事失德，恳请陛下主持公道，惩处侯府。靖远侯，看看你教子教出来的荒唐事儿！臣有罪，臣万死难辞其咎。谢之远先是大婚之时薄待原配，再娶之后又偏宠侧室，轻慢正妻，屡犯过失，德行败坏，丢尽朝堂世家体面。传朕旨意，靖远侯管束家门，教导子弟不利，罚闭门思过3月，罚俸1年。谢之远革去全部官职差禁足，居家旨意不得踏出侯府半步。臣领旨谢恩。小姐，天大的消息，靖远侯府出大事了。何事这般急躁？小心碰翻墨汁。街头全都传开了，程阳伯今早朝堂当庭弹劾，龙颜大怒，谢之远所有官职全被革除，靖远侯罚俸闭门思过，侯府这下声势大损。小姐，您怎么一点都不开心？从前他们那般苛待您，如今落得这般下场，实在是善恶有报。我并无欢喜之意。他们行事失德，自食恶果，本就是情理之中。珠儿，谢之远境遇如何？侯府兴衰起落，早已与我毫无瓜葛，不必为无关之人耗费心神。眼下红装马场经营，战马饲养，支援边关将士才是头等要事。去核对新到的西域良军名册，下午我亲自查验马匹。是。奴婢即刻前去。顾如霜，你身为侯府侧室，纷争之中致使嫡妻死去腹中孩儿，人证证词齐全，你还有何辩解？大人冤枉，是李玉儿先对我动手，我只是下意识逼帮，绝非有意伤她。一味推诿狡辩，旁人全程目睹实情，容不得你抵赖。顾如霜心性阴狭，酿成祸事，依大前律例。判处流放3000里西北苦寒之地服苦役，即刻画押，移归押界启程。不，我不愿远赴西北流放受苦。案情已定，莫再喧哗，速速画押，随我们动身。父亲，您唤我前来。如今无人愿踏足咱们侯府，墙倒众人推，京中再无靖远侯府立足的体面。父亲，全是儿子过错，是我连累整个家族。志远，你动身回乡去吧。父亲，你要赶我离开京城？不送你走，难不成留着你继续拖累谢家几代基业，圣上屡次训诫，百官人人避之不及。父亲，我已知错，日后必定改过自新。求您不要逐我出门。为时已晚，我早已递上奏折，废除你的世子名分，改立你二弟承袭。废除世子，立二弟。今夜便动身。若你还念谢家养育之恩，便远远离开京城，永世不要折返。
小姐，您骑的也太快了，奴婢的骨头都快散架了。快吗？我还觉得不够快呢。小姐，您看，1年前那个新婚之夜，您在宫门前跪了1夜，奴婢以为天都要塌了。可如今，您用自己的嫁妆和那赔来的1万两银子，竟然给京城的女子们挣来了这样一片天地。父亲，韶儿没有让你们失望。